这里是中国最美10大名山之一的梅里雪山，而在雪山脚下坐落着一座没有红绿灯的一线城市。它是云南省内海拔最高的县城，也是滇藏线214国道上进入西藏前的最后一座县城。全县面积8000多平方公里，总人口却仅有7万多，其中98%是少数民族，藏族占76.2%。这里就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也许你不知道德钦，但你或许听说过梅里雪山、雨崩这些户外爱好者的天堂，他们都分布在德钦的群山之间。我们在自驾前往西藏的途中，偶然得知德钦县城即将搬迁的消息。不知道这座雪山下的小县城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决定暂停脚步，用相机记录下搬迁之前的德钦。德钦县城现在是什么模样？这里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县城为什么要搬迁？在正式进入西藏前，我们先到云南德钦看一看。友友们，你们看这个云，好像原子弹爆炸升起的蘑菇云呐。蘑菇云的对面，那边就是梅里雪山。现在是大概晚上7、8点钟了。不过我们现在在这个梅里雪山的东坡啊，虽然看不到日落金山，但是能看到日出金山。我们就打算今天在这里露营。朋友们，我受不了了，这个云彩简直了！哎，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云彩。当我们把镜头霞光晚霞呀，这是现在已经迎来了蓝调时刻。看那边那个灯光的那里，那边就是飞来寺。我们没有在飞来寺那边看梅里雪山，我们是在一棵树这边。天上还有月亮呢。友友们，我们今天晚上就打算在身后面的这棵树附近露营了。我们露营的这个地方是一个荒地野地，它甚至这路面都是土路，所以这个附近是没有公共厕所的。我们要步行大概10几20分钟吧，去那边上一下厕所。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露营的地方。感觉今天露营的人并不是很多哦。这边有几辆车，然后那边那个高坡上也有几辆车。今天晚上应该能拍到非常美丽的星空，所以今天晚上大概率我们就不睡觉了，就守着这片浩瀚苍穹，希望能拍到灿烂的星空。这边有牛。牛哥，你晚上不回家，你在这瞎溜达啥呢？牛哥，牛哥这是要眼疾了的声音啊！梅里雪山下的这条路啊，蜿蜒着就向梅里雪山去了。这就是到梅里雪山的朝圣之路啊。晚上10点钟了啊，我们刚刚吃上晚饭。因为这边天黑的特别的晚，就是大概8点多钟、8点半左右吧，那个太阳才完全下山。我们打算今天吃螺蛳粉，
这种有味儿的东西，只能在这种露天的地方露营的时候比较适合吃。然后我烧了一锅水，但是因为现在晚上太暗了，我都看不清我这锅里的水沸了没。海拔3500多的地方，水达不到100度啊。现在的海拔是3480米。现在，反正它高低都沸不了，我就先把它放到这个锅里煮一会儿吧。失策了呀，忘了这边海拔3000多了，忘完了呀。这一锅螺蛳粉，你就多煮一会儿，它就问题不大。现在它稍微软了点儿，但是我感觉距离能吃还差很远。你看它现在还邦邦硬的。其实也没有很煮沸，沸的程度跟平原还是有差别，但其实已经煮熟了，已经可以吃了。哎，太不容易了，11点终于吃上今天的晚饭了。在这么浪漫的星空下，来一碗香臭香臭的螺蛳粉，哇，好幸福！友友们早上好，给大家看一下车窗外的世界。据说啊，能看到这个梅里雪山、日照金山都是极其幸运之人。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梅里雪山、云照金山，应该是更幸运的吧？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已经6点49分了，我们是5点多起床的，从起床到现在已经1个多小时了，快2个小时了。昨天晚上在这棵大树附近露营的人，起来都已经傻眼了，什么都没看到，只有云彩。今天的这个天气有点糟糕，所以有飞机的人都是拿飞机在往天上飞，看一下能不能拍到。我刚刚看了一下，现在同时起飞了3架飞机在往天上飞，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拍到日照金山呢？随着飞机的不断升高，我们看到整个大地都被云雾所笼罩，犹如天宫幻境一般。我们的飞机飞到最大高度，依然没能穿过云层，只能一直向前飞。当飞机飞出4公里后，云层逐渐稀薄，梅里雪山的最高峰卡瓦格博也终于向我们露出了它神秘而美丽的面容。梅里雪山是藏传佛教著名的朝圣地之一，被誉为雪山之神，在藏区文化中具有极高的地位。每年都会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藏族同胞到梅里雪山转经朝拜。主峰卡瓦格博海拔6740米，不仅是云南省第1高峰，也是一座受宗教文化和自然条件影响被禁止攀登的山峰，至今无人登顶。在观赏完云雾缭绕的梅里雪山之后，我们决定回到德钦县城，正式开始探索之旅。我们现在要去吃个午饭，这边的这个天气还是比较蓝的，蓝天白云，然后小县城也很安逸。这条街没什么人，
路边停了一辆摩托车，好帅啊！车座上还装了一些流苏，感觉就很有那种藏族的风格，藏式风格。哇，真漂亮啊！这整的跟孔雀尾巴一样。我之前有看过那些什么大货车司机啊，会把自己的驾驶室装修的很有那种宫廷风格，就是那种流苏跟挂件儿，它后面挂的是西藏的牌子，这边又挂着香港的牌子。我感觉这个地方应该算是德钦县城的一个枢纽地段吧，因为它是这个几条公路交汇的这么一个路口，然后路边有很多这种非常有藏式特色的房子。德钦的街边随处可见这种露天的洗手台，而且它是免费的，可以去直接洗手。我觉得这个是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一个点。我们就2个人，要2个米线，再来一个。2个米线。啊。不要辣椒。不要辣椒啊。对对对。碗还挺大的呢。那边是厨房，老板忙碌的身影，我都快饿死了。此时此刻，他就像一个英雄一样，在带着人间美味向我们走来。这个不要的，这个普通啊，哦，好，谢谢。啊，烧米线。哦，怎么这样？哦，谢谢。完了。啊！我尝尝牦牛肉，牦牛肉，这就是我们在路上看到那些堵我们车的那些牛的远亲或者是近亲。牛哥，让让喂，牛哥。你看他们一动都不动，是为什么呀？哎，你小心别把他头碰着了。本地的这个牛不会饲料嘛，从小都不会饲料，就自己在山上吃草。就是在这吃草，最多就是主人上去给它吃一点包谷面。要是主人不上去的话，它就自己在上面吃，是吧？对，乱跑。那主人怎么知道它在哪？那它有那个铃铛啊，有的它还是叫它名字，起给它名字，它不知道，叫它就会下来了。你要走近一点，它就会跑。你远远的看它不会跑，你走近一点它就跑了。啊。你要想，如果说想去抓这样子，你就抓不到，根本摸不到它。主人是可以摸得到。主人是可以摸得到的。主人是摸得到。哦，它还认人的。不是谁家的，你家有几头，我家有几头，怎么知道？都是放在身上嘛。哦。人家都知道嘛，他们都起它名字，他们会叫，它会下来。哦。只是我们不知道嘛。比如是你家的几个，我家的几个放在一起，到回家的时候，它各走各的了。不会跑在一起的，它会各走各的那个。牦牛得多少钱一头啊？2万多。2万多。2万多，我的妈呀！那这家里边有养个10几20头，不就？大户人家。大户人家。 100多头都养起来100多头都有。1、20头不算，100多。1、20头的还算小户了。我们刚刚在那边吃的午饭，然后呢，这一块就是一个路口，一个交叉路口。我们现在要沿着这个县城的这个交叉路口的这条路往下逛下去。这个路边还有佛教批发用品店呢。路对面有一个港澳发廊，不知道是不是大湾区来的托尼老师。他
这边这个搞卫生清洁的这工作车，音乐还是少数民族的这个歌曲。这边我们在路边看到很多户这种阳光房啊，就是超大阳光房。我发现，除非是住这种像这边这个楼房啊，它可能没有阳光房，但是如果是独栋或者是平房的话，其实还是比较能常见的看到人家修的这个阳光房，还是挺漂亮的啊。这个户外用品专卖店跟足力健老人鞋开在一起。徒步前进这个店，徒步后进这个店。德钦县跟其他的这个山城一样啊，都是坡很多，然后也很陡，所以呢，自行车并不常见，反而是像汽车或者是摩托车是比较常见的。而且我们一路走过来，发现没有那种就是随便乱停的摩托车，大家还是都按照这个停车线的指引停到这个专门停摩托车的地方。我觉得这点还是挺好的。这是什么？我在老远地方就看到了，感觉这个像蜡烛的那个插香的那个炉香炉一样。这是干什么用的呢？进入到我的知识盲区了。它每一个红色的盘子前面都放了另外一个小盘子，里面有我看着好像是大米、水果，不过这些水果都已经成干了，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但是我猜测应该是贡品或者是宗教里面所用到的一些祭祀用的，祭奠神灵啊，或者是亡灵啊。不知道弹幕区或者评论区有没有友友了解这个，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德钦县这边这个县城虽然不大，人也不是很多，但是像什么户外用品店啊、取快递的地方、各种吃饭的、各种各样的店吧，真的是应有尽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感觉。这里面卖的都是很多民族用品啊，很藏式哎，这里。你好，买一瓶可乐。3份。我扫哪里？哦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咱们这条街就是这个德钦县的一个比较主要的街道了，是吧？对，就只有这一条街。就只有这一条街。对。那我看那个公交车是只有一路是吗？对，只有一个。啊，行好，谢谢啊。哇，这是一个巨大的床上用品批发店，棉被、床单、压花被48、58、68、78，我看最贵的好像198，不超过200。这是一家民族服饰店。这都是卖藏族服饰的地方，还有其他民族的。终于见到了德钦县城的中国邮政。去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可能不一定会见到什么三通一达呀这些快递公司，但是一定会见到中国邮政。这里还有新华书店呢，这里还有一个考公考编的培训机构。这是我们 City Walk 这么长时间唯一见到的一个在这个城市里骑自行车的兄弟，但他也只是推。这个德钦县城里面，我经常能看到这种应急避难场所的这种指示牌。这是哪个无聊的人？今天还挺热的感觉。还可以吧？还可以啊。哦，玩一下吧，小伙子。啊，我不会呀。啊。哎，还打的真有劲儿啊！6能压2哎，我4能压7，这什么打法？这是？人大爷的牌都不按顺序排。
这是怎么个啊？我知道扑克就是没太看懂是怎么玩的。哇，这大爷喝了一口咖啡，看来是刚刚并不是很精神啊，是不大爷？刚刚在那个后面有一些卖土特产的这个大爷，还有一些这个阿姨，他们在那儿打扑克。我们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他们这个是什么打法。我看着这个小的能压大的，大的也能压小的。这个地方，我身后的这边这个地方是一个土特产的临时售卖摊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牌子呢，上面写着，因为它其实卖的都是一些当地的一些土特产。我们在德清县待的这几天，我每天都能看到这辆车，然后它这个车上挂着一个显示屏，然后就满县城的转。太晒了，友友们！现在是下午2点半，正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但是德清县城这边的气温啊，其实并不是很高，大概也就20度出头的样子，最高也就20度出头的样子。但是啊，这边海拔相对于平原地区来讲，确实有点高，所以这边的太阳非常的晒。这个是德清县的客运中心啊，如果去雨崩可能会在这里换乘。这个是售票中心，进站口2楼售票厅。我们现在去2楼的那个售票厅看一下，这里的客运中心都到哪个地方？这边是售票厅，我看看。白马雪山21块钱，票价的话，我看啊，最便宜的这一页最便宜的有8块钱，还有280多块钱呢。它肯定根据距离远近，价格也不一样。如果是从这儿到昆明坐大巴车的话，就是332块钱。还有到牛街，牛街不是北京的吗？从这个候车室下面这个地方就是客运中心了，所以如果有徒步爱好者的话，去什么雨崩啊，或者是南极落呀，或者是其他的什么附近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如果是坐公共交通的话，大概率会从这里进行转车。我们刚刚问了路边的一个小哥，他说德清县城是没有火车站的，只有汽车站。不过汽车站也很方便，我们刚刚去看了一下，它到哪儿的车都有，也是很方便的。我们刚刚逛的那边那个是老城区，现在我们要往左下方去它的新城区看一看。德清县缔约3则，德清县文明公约。感觉德清县，它墙上印的这些宣传标语啊，都有一点那种藏文的感觉。你看这个汉语的字体啊，是不是跟这个藏语的字体很像？这两个字体很像吧？我们现在经过的这个建筑叫卡格博宫。我问了一下路人，他说这个地方是寺庙烧香的地方。这里也有一个应急避难场所的指示牌，路对面也有一个应急避难场所的指示牌。我们在德清逛的这2天，看到了非常多的这种跟应急避难场所、应急避难说明卡等等相关的一些指示牌啊，或者是一些指向标啊。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来，德清这座县城确实存在非常多的这个自然灾害的风险跟隐患。这地方是邮政家属院。这个应该是在邮政工作的
工作人员和他们的亲属住在这儿。这一共才3层楼呢。哇，这房子看着不错哎，窗户很大，采光应该很好，而且还非常有民族特色。我估计套内面积应该也不小。你看那边有个什么？哦，我都没有看到。小狗狗，咦，嘿嘿，你好可爱呀，小狗狗。哎呀，你可太可爱了。来摸。可爱的，可惜没有吃的给他。它太小了，也吃不了什么。老板也很辛苦。这是一个饭店的后厨。友友们，现在还是大太阳，我正在路上走着，然后突然就开始下大雨了。哦，我现在要紧急去对面的那个小亭子里面避一下雨。这个雨点哗哗哗哗的，太阳雨。松树上那结好大的松塔呀，绿色的还是。虽然路边有几棵松树吧，但是这几棵松树也稀稀拉拉的，没有办法完全阻隔这个雨滴，所以我们现在是一边挨晒一边挨浇，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德钦县城这边的这个天气变化多端啊，因为它在高原上，所以虽然天气预报说未来1周都是下雨的，但是其实我们这2天出来天天都是大晴天啊，可能今天确实是下雨了，现在正在下这个太阳雨。我们要去古城啊？对对对。这边到古城是多少钱，师傅10块钱呢。10块啊，好。师傅，感觉咱们这个县城全是坡啊。就是这样的，全是泡泡的。那个，我听说咱们这儿要搬迁了，您知道不？啊，对对。下面已经新县城也开工了。哦，新县城要开工了是吧？对对。哦，那咱们就是县城里边有多少这个出租车？54张。54个。54。哦。那要是搬去新县城的话，咱们是不是这些就是车啥的也都得搬过去？对，跟县城走嘛。哦，那这个旧县城是怎么办呢？旧县城是肯定是种绿化那些吧，肯定是。啊，就是这些房子还要留着，还是全都平掉吧？全都拆掉了啊。哦，但是这个德钦的旧县城一搬走了之后，那不是离梅里雪山就远了吗？远了。那这个经济发展怎么办？我感觉咱们这儿其实还是能吃到这个梅里雪山的一些旅游资源的。现在搬到下面嘛，旅游发展是应该是没有嘛。那这点是飞来寺乌鲁店是在这点了嘛？哦。新平镇就在这点了。哦，就是务农顶跟飞来寺是不搬的，对吧？不搬了吧？就只搬这个县城。搬县城。哦。就这样。德钦的街边有特别多的大理饭店，大理饭店有什么特别的吗？这边是大理饭店、大理鲜鱼馆，还有大理依兰世家，特别多大理饭店。我们想了解更多关于德钦的历史，于是我们来到了阿墩子古城，寻找隐藏在古城中的德钦博物馆。友友们，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啊，是德钦革命历史陈列馆。我网上搜了一下，这个德钦的博物馆跟这个历史陈列馆是一起的。
所以我们本来想来到这里了解一下德清的历史，但是很不幸的是，历史陈列馆它没有开门。然后我们问了一下这个附近的工作人员，如果上面有电话的话，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我们看了一下，这门口好像也没有什么电话，也没有联系方式，所以今天这个博物馆这个历史陈列馆大概率是参观不了了。我们就在门口拍照留念一下吧。里面黑乎乎的，啥也看不见。很少开，有时10多天都不开门。他这里不是要搬走了吗？我们看，要搬走了。那这个古城也会跟着一起搬走吗？它是分批搬，听说是分批搬的。分批搬，第一批先搬正所，可能还是要留一点点吧。留一点点哦。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有些单位来的时候，他们朝前就把门打开了。哦。要是散客的话，他就不打了。那我觉得还挺可惜的，我感觉来这边玩的人应该也挺多的吧，毕竟看那个梅里雪山会有很多人来。然后这里马上就要搬走了，想了解一下这里的这个历史是什么情况，就没有机会了。现在。这个古城里面，哇，这房子真漂亮。这是一个理疗馆。然后这边还有潺潺的小溪，这个水也很干净啊，边边上还种了好多花呢。然后这个地方，哇，我喜欢这户人家的院子。这户人家的院子，它好像是种的葡萄，这小院子真不错。我们现在逛的这个古城啊，叫阿墩子古城。它自古以来就是梅里雪山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还有宗教的交流中心，也是茶马古道滇藏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所以这个古城它其实还保留着一些古代的古时候的这种街道布局跟古老的这个供水系统，还有一些结合了很多民族的这个建筑特色。哇，这个水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水流多么的湍急。这个水就源源不断的从山上流淌下来，然后就顺着这个河道流过去了。小朋友，来这个玩。这房子可真好看，这个。啊，还能进去吗？叔叔和阿姨两个。你们是住在这里是吗？对。哇，这是你们家？哇，谢谢谢谢，太荣幸了这个。哇。这个墙都是木质的。什么？哇，太感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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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有人。哦，好，谢谢。这是一个小院子。哇，那上面还有一个牛头呢。那地方有一个牛头。你好。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了。没有啊。啊。我们来参观一下，这里是民宿还是您正常住在这里？是自己家住的。自己家住的是吧？是的。哇，真漂亮。哇，这边还有个小院子。是的。这个房子大概有多大呀？从后面、前面加起来有300多平吧。哇塞，好大。因为是以前的老房子，所以有点挤。哦。都是这种长条的。300多平就还有点挤吗？是的嘛，你看都是一长条的，以前都是2兄弟住在一起的这样。这都是以前的布局。啊。以前的就是我爸爸就是要求是这样的。哦。以前的就是摆设呀，都是按照以前的那种留下的。哦，所以您是藏族是吧？是的。哦，那这个房子有多少年了？这个房子是
10多年以前就翻新了一次。哦，那它就是刚建的时候是多少？刚建的时候已经4代了吧？4代了。那就是从我的爸爸的爷爷开始那一辈就住在这里。那怎么着也得有个100多年了吧？感觉4代人。100多年有了吧？就是。哇。可能我爸爸那一代，他们爷爷那一代翻新了一次，然后我爸爸那一代翻新了一次，现在要搬迁了就不可能翻新了。哎，那这房子要搬迁的话要怎么办呢？我觉得挺可惜的。就是我也觉得，但是要搬迁的话，只能跟着大家一起走了。是整个这个古城也会连着一起搬走吗？就是我们德清这一片都要搬。但是这个古城怎么办？它一旦搬了，不就没有这个古城了吗？它因为不是地质灾害吗？留着一点也是不可能的呀。所以大家可能都要一起走。这儿放了一些绿植，真好看，这真是。五好家庭，这是一个阳光房。哎呦，我觉得要搬迁这房子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房子装的这么好。谢谢您啊！打扰了啊！真漂亮。好，再见。我们参观完了，好漂亮的房子呀！哎呀，但是如果搬迁的话，就有点可惜，我感觉。这个是最可惜的。都不想搬，不搬不行。这个雕的真的好好看啊！这是人家的窗户还是门啊？上面还雕着各种花，栩栩如生，简直跟艺术品一样。这个古城我们逛到现在啊，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这个古城里面有过多商业化的东西，因为这古城里面很多沿街的这些房子都是人家居民的家，我们还没有看到这古城里有小卖部啊，或者是有一些过于商业化的东西没有。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能保持它这个古城原本的这种淳朴的这个古城风貌。我现在很渴，我想找一个小卖店都没有地方。可以这么讲，就是一点商业化的气息都没有。哦。可以吗？有点不太好意思。先不打扰了，奶奶，那个我们要回了。谢谢奶奶。好，谢谢，好。住在这个古城里的一些居民，他们真的好热情。就是我们已经不止遇到过一个老奶奶邀请我们去她家里做客，让我们去她家里拍摄，真的特别热情。我之前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个是德清人民礼堂，但是现在这个人民礼堂没有开门，应该是关门了。离开阿墩子古城，路旁山坡上的一种设施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可能找到了关于德清县的搬迁原因之一。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网格状的设施啊，这个东西叫框架猫杆护坡，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用来加固山体，约束山体的土还有这个岩石，防止滑坡坍塌。那同时它也可以去辅助这个植被的恢复，稳固山体的生态。一般这种设施常见于山区的道路以及一些水利工程。其实我们在德清县城的这个道路上，经常能看到这个旁边的山坡上有这样的护坡设施，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德清县城经常会受到一些山体滑坡或者是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这个侵蚀和影响。这个德清县城的道路啊，基本上就是上坡上坡上坡，下坡下坡下坡。这个是德清县公交汽车路线的一个示意图啊。其实从这个公交路线示意图上，我们也能看出来，它就是这个县城就是在山谷当中细细的一小溜，细细的这么一道。而且这里特别有意思，这地方叫新加坡。不如我们等一会儿去看一下。德清新加坡是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要去找一找德钦县的这个新加坡这个地方。我网上查了一下关于新加坡这个地方的信息啊，真的是少之又少，而且连地图上都搜不到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大概能根据那个公交车站给的那个示意图，能大概推测出它在哪个方位。这个是我们在公交车站上看到的那个地图啊，我拍了下来。然后这新加坡大概就在这个 U 型路这个地方，前面那一块就是对应着地图上的那段 U 型路了。我们去看看能不能找到新加坡这个地方。友友们，我们终于找到了德钦县的新加坡。这个上面写的是新加坡小组，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村组或者是一个居民居住的一个小组。我们现在站的这一片区域应该都叫做新加坡，所以我感觉新加坡它就是字面意思就是一个山坡或者是一个地名。虽然网络上关于德钦县新加坡的信息少之又少啊，但是我还是能从中检索到1、2条。这个地方为什么叫新加坡？有可能是因为根据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音译成汉语叫新加坡。当然这个是我网上检索到的啊，没有一些什么很权威的资料去做支撑。这个解释呢也仅供大家参考。我们在德钦县路边的一家小店里面吃上了这个云南的特色小吃饵丝。乍一看它跟那个面条或米线还挺像的。这个东西我只在云南吃过，这个饵丝应该是云南特色本地小吃，而且饵丝跟米线它的相通之处都是用大米做的，但是不同之处就单看这个外形，饵丝是那种扁扁的长方形的，但米线是那种圆柱形的。吃起来的口感呢，之前吃的更多的是米线，米线是那种特别 Q 弹、特别爽口、特别滑的那种口感，但是这个饵丝就是有点黏黏的，好像我们山东那边早上起来煮的那个清水面条。但是我听说云南各个地方的饵丝的这个做法跟那个口感都不一样。我最早的时候查资料，这个东西它叫饵块儿，是一块一块的。然后呢，也是这个西南部地区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主食。后来把它切成了丝，一方面是方便烹饪，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方便食用。所以现在这个饵丝也是当年那个饵块的这个衍生品。我觉得这个饵丝对于我个人而言，可能要比米线更符合我的口味。米线我们吃过很多，它都是那种跟它的汤汁啊不是特别粘连在一起，要一边吃米线然后一边喝汤。但这个饵丝就不太一样，它非常的粘稠，所以它会你在吃的时候，它其实会粘着很多那个汤汁在一起上来。你看我这一筷子夹的，然后这个就开始往下滴，那么汤汁的味道就会跟这个饵丝一起，像这样，就被你吃到嘴里，嚼，越嚼越香。哎呀，行了，陆总吃的溜干净啊，光盘行动落实的很到位啊，刚刚好。今天的晚饭就是2碗饵丝，一共花了32块钱，16块钱一碗。反正我是吃到撑啊，陆总不见得。我把汤都喝完了，我觉得刚刚好。
现在是晚上8点钟了，德钦县的这个天还倍儿亮呢。在德钦县城的路边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237省道，底下有个数字是0，也就是说石碑旁边的这条公路就是237省道，而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就是237省道的起始点了，跟这个237省道的这个石碑合个影，这里是237省道的起始点啊。现在德钦县城的灯光星星点点的开始亮起来了，我们坐在这里等一会儿，大概到晚上9、10点钟的时候就能欣赏到德钦的夜景了。现在天上那边月亮都已经出来了，不过现在不是满月啊，所以月亮只是弯弯的一个月牙，不过也挺好看的。晚上9点，夜幕降临，阿墩子夜市上空绽开绚丽的花火，欢快的音乐裹着人群围炉起舞，饵丝的香气混着酥油茶的醇香飘散在古城的街巷里。石板路被雨水洗得发亮，每一块都藏着关于茶马古道的故事，也记录着这座云南最高县城的平凡日常。它只有一条主路，却装得下南来北往的游客。它的商铺虽小，却藏着地道的人间烟火。这里没有霓虹闪烁，没有人群熙攘，有的只是本地人慢悠悠的日子和旅人短暂停靠的身影。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德钦也会成为一名旅者，前往新的目的地叶芝镇。但无论搬到哪里，德钦的故事永远都会在圣洁的雪山下，在人们的脚步里续写新的篇章。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感谢你的点赞、评论和关注，你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最大动力。我是牛美丽同学，下期视频再见，拜拜。